正在使用8 Plus 手机的小伙伴可以弹幕评论波1啊。之前频道我们出过一期8 Gen 2性能大横评啊，这颗芯片拉高了不少机器的下限啊，好评不断。上代8 Plus 啊，自然也就退居2线，到了次旗舰的型号，继续870的真香称号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手机都是各家的主力出货型号。这次小白测评又集合了9台最新的8 Plus 手机啊，都给大家列出来啊，多少钱的都有，满血的、阉割的也都有，全部升级到最新系统，全部进行重测，前后整理了170多条各项实测啊，而且其中某台型号这个异常的数据一出来啊，数据库的小伙伴们都快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这啥呀？这是你测的什么玩意儿？这不行啊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首先，9台机器娱乐兔先跑个分啊！第一名不出所料还是游戏机红魔啊，111万3000多啊。华为还是一贯的保守策略 ，P60 Pro 99万分啊，高低差距约12万分。考验 CPU 的 Geekbench 6中呢，一加以微弱的优势领先红魔啊，成为第一名，比较意外。这个 OPPO、红米、真我不是满血版的8 Plus 啊，自然也就排在了后3名。本期呢，大家弱化对比啊，着重看自己关注的机型。考验 GPU 的 3D Mark 环节呢，9台手机的高低差距也就500分啊，这个主要是看稳定性这边。虽然红米的分数排在末尾，但是它的稳定性呢也到了95.2%。这个红魔因为主动散热嘛，这稳定性呢基本跑满啊，99.8啊。大家可以把稳这个字打在公屏上。纸面即便算上阉割版啊，这个大家差距也都不算大，只是性能释放上的调度不同啊。来看游戏实测，首先是中负载王者高清120啊，各家最新系统版本我们全部重测。如果单看功耗的话，红魔中低负载的功耗最高达到了5瓦啊，因为有风扇啊，所以它的调度更加激进。红米的表现，如果只看数字的话，这个功耗低，温度也低，好像都超过自己的大哥小米了啊。但是如果咱们把真理曲线拎出来，你会发现红米的小波动还是比较频繁的。黄暴引擎。小米虽然到了42.9摄氏度，但也是这批机器中唯一一个用素皮测试的啊，它的温度呢确实要比玻璃的要高一点啊，大家要注意。9台手机如果硬挑一位差生的话，那就是绿厂了啊，它是唯一一台最新版本中有明显掉帧的型号。我们删去匹配的过程，22分钟之后重新开局，这帧率才起来，温度也最高啊，到了43摄氏度啊，功耗4.3瓦，仅次于开了风扇的红魔。我不仅温度高啊，但我功耗还高，而且我帧率还低。在 2K 阵营中呢，小米表现不错啊， 1.5K 的华为 1080P 中的 iQOO 啊，也都有各自的优势。注意红魔这种算特殊选手啊，这个如果直接和其他家比起来，多少有点欺负人。重度测试数据库原神 3.0 的模型更新系统之后，我们又全部重新确认了一遍啊，9台手机都是 720P 的渲染分辨率，红魔依旧是保持了游戏手机的激进，高功耗、最低温，帧最稳。如果我们单看一下功耗表现的话啊，华为的5瓦成绩算是比较低的了，但是啊，它的游戏表现有3个问题。第一，人物移动或者原地打转的时候啊，感觉明显画面发虚，有点动态降分辨率。第二，拖动画面时呢会有略微的不跟手。第三，就是我们提到几次的远景僵化值问题。综合这3种优化啊，才能达到这个成绩啊，其实不算好。红米终于开始狂暴调教了啊，平均帧率59.2啊，功耗6瓦高了一点啊，但它的温度表现仅次于红魔44.6摄氏度，其他机器都是45、6度往上了。再调个差生的话呢，还是绿厂同学，全程几乎没有摸到60的线啊，功耗5.5瓦，这温度呢也超过了45.8度。反观自己的100亿补贴小弟一加，平均帧率59啊，但考虑到一加是满血版8 Plus 啊，这波动下限多了一些啊，温度高了1.5啊，略微照红米差那么一丢丢。其他机型都能在5、60帧没啥问题啊。华为和荣耀不愧是师出同门啊，这策略时间卡的都一样，都在22分钟左右啊，这帧率咔的一下降了下来，没多久又拉回去了。为了更能体现出它们的调度差异啊，我们的压轴环节半小时原神30度环境温啊，游戏内也是350尼特的亮度，5G 网络，电脑 USB 充电啊，注意这是极限测试场景啊，用夜兰早柚从须弥城的入口啊到出口反复放逸，加速来回跑图，模拟一下这9台机械在炎热夏天的体验如何。这测完看点还真挺多的，大家坐稳了。红魔不出意外啊，平均帧率58.9，波动5.4啊，最高温度呢也干到了久违的51.3，不过结束时呢依然保持了350尼特的亮度啊，大家把刚这个字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虽然帧率没有那么稳啊，但依然是拔得头筹，游戏手机。太酷了！
在前2个环节，绿厂几乎都是垫底的存在，到了极限场景直接翻身高歌啊，平均帧率也达到了45帧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整体曲线都在45帧左右。这温度呢还没过50，它结束时亮度也只下降了一点点啊，322尼特，避免过多波动啊，尽量维持一个统一的帧率啊。这种极限调度策略其实体感上还是挺不错的。一加平均帧率高了一些啊，51.1啊，温度也过50了啊，50.6。不过它结束时的亮度已经降到了100尼特啊，几乎都快看不见了。真我平均帧率44.5，6分钟前的波动还是比较频繁的，之后的帧率就开始下降了啊，14分钟之后锁在了40帧，这个表现也还可以，因为它的曲线呈现的是缓慢且平稳的下降，你在激战的过程中的感知没那么明显。到了14分钟左右，其实眼睛已经差不多适应了啊，不会断崖式的给你咔一下啊，但最后的亮度也降了不少啊，到了约150尼特了。iQOO、华为、荣耀啊，都在6到8分钟左右啊，咔的一下瞬间锁30，这个卡顿感一下就来了。荣耀在最后还挣扎了2分钟啊，又锁回了30啊，最后他们的亮度呢也都降到了200尼特以下。狂暴引擎的红米啊，开局就频繁波动啊，6分钟后直接锁到了45帧，坚持到15分钟啊，直接开始上下颠簸。放大看能发现它的很多落脚点啊，想稳在30帧都不太行啊。不过亮度还是挺坚挺的啊，只降到了约300尼特啊。这种拼命挣扎的性格啊，咱们只能说勇气可嘉，但实际的体感上啊，其实不如绿厂稳。最后一个是年轻人的第一台徕卡啊，12S Ultra。首先它开局4分钟就没摸到过几次60的线，然后它就下降锁45了，从7分钟开始啊，就直接一个反复横跳的概念。后面开始十分有规律的从45啊到15帧之间表演着如霸天虎过山车般的起伏啊，这情况一出，工作室几位米粉都坐不住了。你黑我小米是吧？你黑我小米。谁说二手数码不能高品质？沈小维 APP支持无流退货，能买也能卖啊！现在新人还能领60元礼包。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个成绩有些诡异啊，最后还是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啊，重测了一遍。最新版本恢复出厂设置，而且我们还把它的内置程序删到只剩下8个了，还是一样的测试条件再次开跑。第二次开局摸到了几次60啊，但是第6分钟又开始锁45了啊，到第8分钟它又开始了。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啊！想锁45，奈何触发温控墙啊，直接表演一个大跳崖啊，喘了几口气儿，再来个一飞冲天啊！上来几秒钟之后又原地去世，反复如此啊！我们特意截取了一段 CPU 调度曲线啊，是这样的，无论是大核小核，都表演着如过山车般的剧烈颠簸。再看它的内部核心温度，可以发现 12S Ultra 的温控墙设置在了78度左右啊，下降到约60度啊，又开始迸发。要说被888烧怕了，咱们这温控调的低一些可以理解啊，但是45都稳不了，那就真不如干脆点给个痛快的，咱直接锁个40啊，要不30行不行？现在这个忘情调教确实不应该出现在一台发布还没满1整年的大旗舰机上。综合前面的多个环节数据啊，红魔算是独占一档啊，其他家综合下来，各家都会有一些小问题。你看着可能1加 A42啊，各种场景的调教较为均衡，不过它目前版本这个大幅降亮度的问题也需要格外注意。大家中低负载的表现其实差距都不大啊，极限高压测试这短板就比较明显了啊。不过也符合有些机器主打轻薄或者说拍照这方面的属性啊，各取所需即可。8 Plus 这颗芯片的本身底子不错啊，发布也有一段时间了啊，各家该更新的差不多也都跟上去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中期处理器的实测，也就是大家都调的差不多了，你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啊？别忘了点波赞啊！本期视频我们掉了1355根头发，特别感谢。当然啊，性能只是手机的一个维度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！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，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不关正题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